fourth edict already burns for your world. Behold the burning horizon. The Mother Soul. We that dreamed. We in nightmare. We that are one. Fate belies truth. She is tool. We that fail. The fourth edict already burns for your world. Insignificance. This is the legacy of humanity. The Mother Soul must. 大家好，我是温德里夫。今天要介绍的流派是召唤物死亡时释放尸体爆破。有看我频道的人应该对这个流派不陌生。我从 0.1 开始 ,0.2 和 0.3 都有发过影片。先讲一下这个流派的优点，可以秒杀 BOSS， 但还是要等减伤阶段结束才能办到。再来是缺点，容错率很低，需要绑定很多装备。如果是新手，不太建议玩这个流派，因为自从 0.2 版本尸体爆破被 nerf 到现在，连刷图都有困难。如果不是太无聊没事做，请不要轻易尝试。再来介绍流派机制，尸体爆破需要消耗尸体引发爆炸，透过精魂宝石献祭将召唤幽魂视为尸体，让施暴可以炸幽魂。尸体爆破消耗召唤物等同于召唤物死亡，透过精魂宝石召唤物死亡时释放幽魂爆炸，可以累积能量并且释放技能。一只召唤物死亡产生的能量足够触发再一次尸体爆破，会循环直到所有召唤物被炸光。这边有几个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是，如果召唤物死亡的能量不足够触发尸体爆破，循环会中断，例如骷髅牧师。第二个是，如果有消耗尸体时几率不摧毁尸体，例如辅助宝石、天赋，尸体爆破循环也可能会中断。我们的伤害来源有几个：高生命的召唤物，从表格可以看出，同样是450金魂，用沼泽殒命的百姓全炸的生命趴数最多。沼泽殒命的百姓可以在风沙沼泽跟淤头目会召唤，他的手没有拿斧头。召唤物最大生命，你可以提升召唤物技能等级，等级越高，召唤物的基础生命越高。再来是天赋，也有很多召唤物生命。永恒珠宝英雄悲剧，一点可以拿到30%召唤物生命。缺点是很难找到想要的属性。金魂量，金魂表示你能够拥有的召唤物数量。传奇头盔极地之豪，可以找瓦国加金魂的。稀有胸甲，基底选 VIP 间有加金魂，找低温金魂最多可达到61。稀有权杖、稀有项链都找高金魂。天赋，草根指挥官有加4%金魂，或是有钱用金魂去光谱。金魂还可以搭配传奇法器缝纫之光，每10金魂增加13%法术伤害。540金魂可以拿到700%法术伤害。召唤物技能保留效率，表示每只召唤物所需金魂量。传奇鞋子乌勒尔之骨，天赋统计领主，可以拿到12%。莱拉克血护符，头部镶嵌物，效果是召唤物技能8%保留效率。
0.4版本只能放1颗，可以搭配传奇腰带夜恶降临。消耗怎么处理？记血数，装备绑定太多部位，不用处理魔力。消耗效率，天赋深度恍惚有15%，一许塔魔偶头部镶嵌物，效果是增加12%消耗效率。有钱你也可以用特克罗德的斜眼，有25%生命消耗效率。再来介绍技能。武器套装1，余烬起射，串极速施法，亵渎辅助，消耗尸体触发召唤物死亡时释放尸体爆破的循环。召唤物死亡时释放，串尸体爆破，处刑，野性残暴，集中光环，审慎，幽魂，沼泽殒命的百姓，串召唤物专精，阿姆纳姆的税负，乌特雷的占卜术。没钱的话，从装备想办法凑到30等。武器套装2，尸体爆破，主要用来上状态，例如破甲、感电、触发血红之潮。串仙传秘酒，获得额外闪电伤害。感电，护甲破坏，细丝施法，尸体保存。至于为什么会有缠绕、闪电风暴、藤蔓痛打，因为我有准备另一套装备用来刷图，不然只用尸体爆破根本无法打图。我的召唤物走路比瓦玛还要慢。再来是天赋，首先是召唤物最大生命，女巫出口上方和德鲁伊左上可以拿到。女巫上方珠宝我放永恒珠宝，有2个30%天赋可以拿。然后是暴击率、暴击伤害加成。女巫出口右上区域，和德鲁伊左上左边区域都有。女巫右上可以拿触发法术伤害、物理伤害。左上草根指挥官拿4%金魂。珠宝的话，从无到有暗炎盟约可以点到法术暴击破甲。受控的蜕变用极大范围，放左上可以点到恐惧领主。永恒珠宝放女巫上方，拿召唤物生命。其他我是放蓝玉，找暴击率或爆伤加成。武器套装2天赋，就是拿感电幅度。另外为了刷图拿植物法术伤害相关。再来是升华，拿15%法术基础暴击率，法术偷取生命，紧扼伤口，血红之潮可以获得额外物理伤害。再来是装备，权杖找加4召唤物技能等级，召唤物最大生命150金魂以上。法器绑定缝纫之光，头盔绑定极地之豪，瓦茨找加金魂。胸甲找高金魂底。手套我是用阿兹里的杰斯拿爆率。鞋子绑定乌勒尔之骨。腰带绑定夜恶降临。项链找召唤物技能等级加2以上，高金魂，高生命。戒指1颗用传奇戒指浩劫种子，有暴击率、爆伤加成。另1颗用稀有戒指，找高生命、失速、抗性。生命药剂找高充能至少125，搭配升华血红之潮，获得50%额外物理伤害。魔法药剂也是找高充能，搭配辅助宝石仙传秘酒，获得额外闪电伤害触发感电。最后，你们可能有几个疑问：为什么职业不选天启先知？尸体爆破基础爆率只有7%，会因为必定暴击重头降低很多伤害，伤害不太稳定。为什么不使用阿特路伊的出血辅助宝石？因为现在每消耗20生命才给2%额外物理伤害，释放一次尸体爆破消耗154生命，所以只能获得14%伤害，效益比较低。为什么不使用巨大召唤物辅助宝石？如果你只有1只召唤物，那你用一定比较好，但在有限的金魂量下，对于召唤物总生命趴数是吃亏的。这季目标已经达成。如果有什么问题，欢迎在下面留言。我是温德里夫，我们下次见。